馄饨皮、饺子皮，你其实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，但是呢，太累了，我不太建议。这我昨天做完这个以后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累瘫了，但是它呢又擀得很薄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分享一下的。400克的普通面粉或者是高筋粉哈，200毫升的冷水，加入1勺盐，1勺的食用碱。碱面我为什么要加呢？主要是想要它放得久一点，然后又耐煮一些。搅匀，搅融化了以后，你就倒到面粉里面。这个水量你其实是可以增减的哈，因为每个牌子的吸水性不同。我为什么要倒1半的水量进去？因为是手揉，如果太硬根本就揉不动。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的时候，你看一下底部还有没有干面粉，没有了哈。你看这个盆子都是很干净的，用手抓一抓它就成团了，就很轻松，可能不用几秒钟，我就粗略的给它抓成这种团了以后就没管它了，放到案板上面，把盘子扣下去。我就去洗东西去了啊，洗韭菜去了。然后接下来洗完了以后，我就过来再去揉，因为它稍微的松弛了一下以后，那个面粉吸水以后，它那个延展性就很强了。搓一下看一看，再把里面的那些面疙瘩哈，干干粉粉揉搓均匀，就很轻松了。它只需要1-2分钟，它就揉好了。看一下，但这个状态还是比较难揉，而且因为我们是做这种饺子皮、馄饨皮，它要硬一点，那你在揉的过程中可以呛一点干面粉进去。因为我手腕的原因哈，我全程都是用擀面杖去压它的，就压了以后，我在里面撒点干面粉，再去给它压，就尽量，其实它这有点像那个做馒头的呛面了哈，就呛了一点干面粉进去，它就更硬一些。我应该是呛了有5-6次的干面粉进去，每次呛你都给它擀到底，擀薄擀均匀，或者是用手揉也行，但我实在不行了。如果是说现在那个饺子皮、馄饨皮你不放那些其他的，我真的没有必要在家里面自己做，但没有办法哈，你就像这样子擀到最后，如果擀不动了你就休息一会儿。接下来呢就是重点了，你擀完以后，压完面以后，每一层你都要撒足够多的玉米淀粉去分层，你看叠起来就像个被子一样，对不对？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，每一层它都有干的淀粉分开，你就擀开了以后再叠，擀开了再叠，就有点像我们开酥一样的了。你找个岛台啊，找个餐桌，我不一定是在这里操作的，我只是给你们展示一下。然后你再把边缘切开，里面的层次就很多了。这样我们的手工馄饨皮、饺子皮就做好了。现在这个厚度其实是饺子皮的厚度，你可以用个圆形的模具压下去，一层一层的。我压了，但是我那个手机没电了，就录不上了哈。后面冲了以后才来切这个的。你看馄饨皮就切成小方块就可以啦。这个分层的方法真的是可以的，你看叠出来又好看又整齐。它也不需要说你的擀面杖有多长啊，灶台有多宽啊，反正操作起来也算是可以的，就是有点费力气。然后现在这个馄饨皮还是太厚了一点，我就是在快要包的时候，我再给它稍微的擀开，就更宽更大，撕开更薄。当然了，里面肯定是有厚薄不均匀的，毕竟自己手工做出来的。你如果没有包完的，你用个保鲜膜或者是油纸把它包起来，密封，放到冰箱冷冻，下次用的时候再解冻再用，就是差不多的了。加过碱面以后它更耐煮啊，参考一下。晚上再见，拜拜。